陶晶莹一句话像一颗重磅炸弹，硬生生在娱乐圈引爆了巨大的震动。她公开点名幕后大佬长期掌控圈内资源，压迫艺人，更震惊地揭露于朦胧在生前多次被逼迫参加不堪场合，身上留下多处淤青，这些伤痕不是意外，而是赤裸裸的证据。娱乐圈原本就是一个纸醉金迷、繁华光鲜的舞台，但谁能想到，在璀璨的聚光灯背后，竟然隐藏住这样的黑暗。陶晶莹选择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不仅是勇气，更是带住愤怒和悲愤。她话音未落，社交平台瞬间刷屏，台湾多位艺人接连表态，有人直接喊严查，有人公开留言，再这样下去，没人敢做艺人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一群人撕破沉默的呐喊。画面感强烈，当陶晶莹说出于朦胧身上多出淤青这几个字时，媒体记者几乎是齐刷刷举起相机，连续拍照，现场观众倒吸一口气，因为这不是传言，而是带住血腥味的事实。有人爆料，早在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时，就有敏锐的粉丝发现他脖子和手臂上有掩盖不住的伤痕。当时经纪公司以拍戏意外草草带过，现在看来完全是推脱。在台湾娱乐圈里，陶晶莹是公认的直言敢说人物，这次她点破的已经不仅仅是个别事件，而是要揭穿一整个系统性的黑幕。他所说的幕后大佬并非空穴来风。据传，这个人长期把控影视资金，操纵选角，还透过广告商、唱片公司左右艺人的资源。于朦胧这样的年轻艺人，想要争取更多曝光度，就必须在这些潜规则下低头。可是他没有完全妥协，这反而成了他悲剧的导火索。消息一出，台湾艺人集体发声。蔡依林转发新闻并留言：圈子要前进，不能再有人受害。罗志祥虽然历来绯闻缠身，这次也破天荒在社交平台写下：该说的就要说，不然下一个不知道会轮到谁。张惠妹更是在演唱会上公开提到于朦胧事件，全场粉丝静默30秒，灯光打在舞台中央，像是为她悼念。这些举动让事情瞬间升级，不再是小道消息，而是全面曝光。现场的记者描述，陶晶莹语速很快，像是怕有人阻止她。她一边说，一边眼眶泛红，甚至手在颤抖。她还补充说，自己早在私下就听到过圈内人的议论，但一直没有把握，直到最近一份医疗记录曝光，那是于朦胧在去世前几周秘密去医院接受的检查，身上至少有3处新伤，还有多处旧伤。医生曾问过原因，他只淡淡回答摔倒。现在看来，这背后藏住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台湾娱乐圈瞬间像被扯开了一道口子。平日里沉默不语的艺人开始纷纷站队，这本来就是极少见的现象。因为所有人都清楚，一旦得罪幕后大佬，不只是失去工作机会，更可能遭到封杀。可是这次于朦胧的死已经压垮了大家的忍耐线，网络上充斥住粉丝的怒吼：查到底，还他一个公道！娱乐圈到底黑到什么程度？讨论热度直冲榜首，短短几小时之内已有数百万条相关留言。爆料的威力不止于此。据传，当天就有台湾媒体人拿到了一份照片，疑似是于朦胧参加一次私人饭聚后的样子，脸色惨白，眼神涣散，衣袖上还有模糊的痕迹。照片一出，网友炸锅，有人说那就是他被逼迫的铁证。虽然照片来源未经证实，但结合陶晶莹的爆料，已经足够引发一场信任危机。人们开始质疑，娱乐圈里到底还有多少年轻艺人正在经历同样的遭遇，只是没有人敢说。新闻热点进一步扩散，香港媒体、新加坡华语超媒体也纷纷转载，评论一片沸腾。有人直言这是亚洲娱乐圈的水落石出，也有人愤怒质问，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这些大佬才会被拉下马？在这样的氛围下，陶晶莹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了正义代言人。而于朦胧的悲剧则像是一面镜子，把整个娱乐圈的阴暗都照了出来。社交平台上的艺人声援声音此起彼伏，有台湾年轻歌手公开说，看完新闻我整夜睡不住，想起自己曾经在酒局里被迫陪笑的场景，心里发冷。还有演员写下，于朦胧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我们再沉默，那我们就都是帮凶。这些话让网友更愤怒，因为大家突然意识到，这不只是单一个体的悲剧，而是系统性压迫下的常态。大众情绪被一步步推到沸点，舆论压力让相关单位不得不出面表态。
娱乐工会表示将会调查，媒体追问经纪公司，公司却以不回应为由拒绝。这种态度更是火上浇油，网友群起攻之，骂声铺天盖地。舆论场上，陶晶莹的勇敢和经纪公司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也让事件的正邪立场更为清晰。整个第一波爆炸已经把事件推向一个无法逆转的局面。陶晶莹不仅仅是说出真相，而是点燃了一把火，把长期压抑在娱乐圈里的恐惧、黑暗和怨气全都推到台面上。她的一句“身上多处淤青”等于给了舆论一个最具体、最血腥的画面。观众脑海里立刻浮现的不是明星的光鲜，而是一个年轻演员身上青紫交错的身体，那是一种被践踏、被压榨到极限的证据。这样的开场让人心里发冷，娱乐圈的华丽外衣瞬间被撕得粉碎。陶晶莹的爆料，台湾艺人的集体发声，于朦胧身上的伤痕，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了最震撼的新闻现场，一场看似光鲜的娱乐盛宴，其实背后是血泪交织的战场。陶晶莹的爆料之所以掀起这么大的震动，不只是因为她敢说，更因为她说中了所有人心里最害怕却最真实的那一面，娱乐圈里的大佬掌控。这些幕后势力就像无形的网，把演员、歌手、主持人，甚至编剧导演都死死捆住。于朦胧的身上淤青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这张网的直接产物。他只是其中一个倒下的人，而活住的更多人正默默忍受。要看懂这场爆料，必须先拆解大佬这个角色。娱乐圈表面上是导演、投资方、唱片公司说了算，但真正能一手遮天的，往往是背后资本与黑势力的结合。他们掌控资金流向，能决定一部戏谁演男主角，能决定哪首歌能打榜，能决定哪个艺人能红，哪个艺人被雪藏。他们不只是投资人，更是隐形操控者。一旦谁不听话，就可能面临被封杀、被换角，甚至被丢进莫名其妙的酒局里当陪客。陶晶莹点破这层黑幕，等于是赤裸裸把整个圈子血淋淋的内幕丢到观众眼前。更可怕的是，这些幕后大佬并不只是对艺人资源操控那么简单，而是会直接把手伸到他们的私生活里，配酒、站台，甚至更肮脏的潜规则。对于刚出道、年轻、渴望上位的艺人来说，几乎就是一条必经之路。于朦胧这样长向前进、人气不低的新人，正是他们眼中最好下手的对象。因为年轻，因为有粉丝流量，因为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从很多前辈的经历里都能找到相似的痕迹。有知名女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哽咽透露，自己年轻时被逼住参加不明不白的饭局，一夜之间名誉扫地，却不能说出来。也有男艺人在拍戏时因为拒绝陪高层喝酒，第二天立刻被换掉角色，剧组以档期不合为借口，从此失去曝光机会。这些例子本来都只是小道消息，但当陶晶莹把于朦胧身上的淤情公开说出来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这些撰文恐怕都是真的。细想起来，于朦胧生前的确有许多异样。媒体翻出他的工作行程，发现他经常在连续录制、拍戏之后依然要参加深夜饭局，甚至有粉丝拍到过他凌晨3点才从酒店走出来，脸色苍白，步履不稳。当时大家以为是艺人辛苦，如今看来，那些画面背后也许隐藏住不为人知的压迫。他身上的旧伤新伤，极可能就是这种被迫参与留下的印记。更骇人的是，这些大佬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利益链。投资方出钱，经纪公司配合，媒体封口，艺人不敢说话。谁若敢违背，后果极其惨烈，要么事业全毁，要么像于朦胧一样，连性命都没保住。这种黑色规则早已不是秘密，但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因为一旦说了，等于宣判自己退出圈子。陶晶莹这次敢公开喊出来，简直是砸掉自己的饭碗去揪人，所以才格外震撼。台湾艺人集体发声，恰恰证明了事情的严重性。平时台湾艺人对这种内地娱乐圈的问题几乎都是避之不谈，因为跨境合作太多，得罪谁都可能失去资源。但这一次，他们选择站出来。不是因为突然正义感爆棚，而是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今天是于朦胧，明天可能就是任何一个人，他们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下一个牺牲品。这种恐惧让大家不再沉默。媒体随后翻出更多娱乐圈见不得光的案例，有歌手在舞台上晕倒，医生检查出长期过度疲劳，背后却被爆出他被迫接连跑通告，参加私人聚会，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有演员拍摄动作戏受伤，膝盖韧带撕裂，但剧组硬是让他带伤上阵，还以专业敬业作为宣传卖点。甚至有新人演员透露，自己刚签约不久，就被经纪公司要求多跟投资人吃饭，否则资源会被抽走。这些画面拼凑起来，就是娱乐圈最肮脏的底层逻辑。艺人是资本手中的商品，不是人。他们的光鲜亮丽只是被包装出来的幻象，背后全是眼泪与伤痕。回头再看陶晶莹的爆料，就更能理解她为何如此愤怒。因为这不仅仅是于朦胧的悲剧，而是整个圈子的溃烂缩影。他所谓的幕后大佬，不只是单一人物，而是一群掌握金钱、资源、媒体的权力者。他们彼此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让这个圈子里没有人能逃脱。艺人要活下去，就只能选择妥协，但妥协的代价往往是身体与灵魂的彻底崩溃。最讽刺的是，观众看到的永远只是光鲜外表。一个艺人在红毯上穿着华丽的礼服，背后可能是刚从医院回来；一个歌手在舞台上笑住唱歌，可能身上还带住前一晚酒局留下的淤青。观众在荧幕前鼓掌尖叫，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台下有多少眼泪被擦掉，有多少痛苦被压下去。于朦胧的身体就是最赤裸裸的证据，他没能把伤掩饰下去，最后只能带住这些伤恨离开。这种荒谬的现象，正是娱乐圈乱象的核心。资本永远追逐利益，媒体只会选择沉默，而真正付出代价的永远是艺人。陶晶莹这次的爆料，等于是在告诉大家，如果不彻底清算这些乱象，下一个倒下的还会有人。这不是单一的悲剧，而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所以，当台湾艺人集体喊出严查儿的时候，这不仅是一个姿态，更是一种求救。因为只有让黑幕被揭开，让那些大佬失去压迫的力量，娱乐圈才可能回到正轨。否则，舞台上再华丽，背后依旧血淋淋。于朦胧的垂死成了整个事件里最骇人听闻的焦点。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意外，而是一个带住太多疑点的死亡。陶晶莹爆出身上多处淤青的消息后，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场坠落真的是她自己选择的吗？还是背后有人在推她？再细回头看，案情里的矛盾几乎是处处都是。第一个疑点就是事件结果。虽然官方通报含糊带过，但多方消息指出，于朦胧身上并不仅仅有坠落造成的创伤，而是还存在大量旧伤，手臂、肩膀、腰部都能看到深紫色的痕迹。专家分析，这些伤痕不像是单纯摔倒能造成的，更像是被钝器击打或者长期受到外力压迫留下的痕迹。这种解读让人无法把它和单纯意外划上等号。第二个疑点是监控缺失。据传，它坠落的住宅小区平日安保极严，楼道电梯都有监控，然而偏偏在案发当天，部分监控画面无法调取。这种巧合未免太过可疑。有记者爆料，曾试图向物业调取资料，但遭到拒绝，只得到一句系统维护。这让外界更加怀疑，是否有人提前动了手脚，刻意抹去真相。第三个疑点来自邻居的证词儿。有居民表示，在坠楼前1小时，听见高声争吵与重物撞击的声音，这和官方所谓安静环境下的意外完全不符。更有甚者，邻居提到似乎听到男人的骂声，隐约转出一句你以为你能逃得掉？这句话一旦被媒体曝光，整个事件立刻蒙上黑色的阴影。这根本不像单纯的情绪失控，而更像是一场暴力冲突。再看案发当天的行程，也充满破绽。据知情人透露，于朦胧原本当晚安排了一个商业活动，但临时被取消。有人怀疑，是不是因为他拒绝参加某种指定饭局，从而引来报复。还有传言说，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时，情绪明显低落，眼神闪躲，甚至全程不发一言。粉丝当时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如今回头看，那可能是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许多网友开始串联线索，得出的推测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一种说法认为，他其实已经在圈子里惹怒了某位大佬，对方透过经纪公司和投资方给他施压，最后演变成致命事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长期被迫参加不堪的聚会，已经积累了大量心理创伤，当他想要反抗、拒绝时，遭遇了更严重的打击。甚至还有声音怀疑，整场坠楼就是他杀伪装成自杀，因为从物理角度来看，他坠落的位置和阳台高度存在不合理之处。
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手机始终没有完整公布。消息指出，他的手机里保存了许多饭剧的录音和照片，甚至还有和朋友的聊天记录，里面提到过“我真的不想再去了，每次回来都浑身是伤”。但这些内容在案发后神秘消失，警方只对外公布一句没有发现异常，却拒绝解释细节。这种模糊的回应反而让人更加怀疑，手机里的东西到底被谁删掉了。还有一个角度不得不提经纪公司的态度。案发后，公司第一时间不是哀悼，不是呼吁查明真相，而是急急忙忙发声明，强调宜人庆需压力过大，选择极端方式。这种推诿的语气简直像在提前撇清责任。更离谱的是，有爆料认称，公司内部高层当天开会时的第一句话是先压热搜，别让事态扩大。这样的行为几乎等于明目张胆掩盖。粉丝也没有放过这些细节，他们自发组织真相小组，开始挖掘蛛丝马迹。有人翻出他最后一次微博发文，配图是一个昏暗房间的角落，文字写住谁来救我。这条动态当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如今被看作是求救讯号。还有粉丝声称，坠楼前几天他曾给助理打电话，语气颤抖地说，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就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早已陷入恐惧，却没有办法挣脱。舆论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相信，这不是单纯的自愿坠落，而是一场深不见底的黑幕。尤其在陶晶莹爆料后，身上多处淤青，就像一颗钉子，把所有疑点钉死。因为这些伤痕无法用自我伤害解释，更合理的推测只能是长期遭受压迫，甚至暴力对待。最残酷的是，这场死亡很可能不是偶然，而是早有征兆。娱乐圈的饭局、酒局、潜规则早已成为压垮人的枷锁。于朦胧只是没能撑过去，成了第一个被公众看见的牺牲者。真正可怕的是，那些还活着的艺人依旧在同样的泥潭里挣扎。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妥协，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面临同样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艺人会集体发声，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于朦胧的死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敲响了警钟。如果这次不彻查，不把真相掀开，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意外，一个接住一个，直到人们麻木为止。陶晶莹的愤怒是因为她看穿了这一切，而观众的愤怒是因为他们不愿再接受谎言。一场坠楼背后却牵扯出整个娱乐圈最黑暗的角落，这不仅仅是谜团，更是一种警告。真相或许迟早会被揭开，但在那之前，舆论的压力与群众的怒火已经开始撕裂这层伪装的光鲜外衣。陶晶莹的公开揭露已经把娱乐圈深埋多年的黑幕撕开了一个口子，但真正让人愤怒的是，这一切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早就渗透到整个行业的潜规则。于朦胧的悲剧不是唯一，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一个原本该充满光鲜梦想的娱乐圈沦为资本和权力的角力场，年轻艺人一个个被推上祭坛，观众看到的是舞台上的星光熠熠，却看不到背后的血汗与眼泪。这正是最荒谬、最残酷的真相。娱乐圈的问题早就不只是单纯的竞争激烈，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榨汁机。无论你是刚出道的小演员，还是已经有点名气的偶像，只要资本说一句必须服从，那么你就没有拒绝的余地。许多人看到的是红毯上的光鲜衣裳，粉丝追捧的掌声，但谁会去想他们下台后可能要陪多少场酒局？谁会去在乎他们为了留住一个角色必须忍受多少羞辱？这不是什么小道消息，而是几乎所有进过圈子的人都清楚的现实。陪酒已经成为最公开的秘密。很多新人以为签了公司就能靠努力拿到好资源，结果很快就被告知，有个饭局你得去露面，敬鸡备酒，态度放软一点。一开始还以为只是普通社交，结果发现每一次酒桌都是一场权力的较量。坐在对面的往往是投资方、广告商或者自称圈内大哥的人，他们一句话能决定你是不是还能继续演戏儿。喝到烂醉，甚至被灌酒到送医急救，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更可怕的是，这些所谓的大佬把酒局当作选妃的场合，谁愿意乖一点就能多拿一个角色，不愿意的明天马上资源断光。于朦胧身上的淤青不就是这种压榨最直接的证据吗？他并不是第一个被逼上绝路的艺人，
之前多少人因为不肯妥协，最后被雪藏、被封杀、被排挤，甚至心理崩溃。娱乐圈看似五光十色，但背后其实是一场场残酷的淘汰。那些自杀的年轻艺人，那些在巅峰期突然销声匿迹的名字，哪一个不是被这种潜规则拖下水？除了陪酒，还有合同的陷阱。经纪公司几乎都是霸王条款，艺人签约的时候往往毫无选择，合约长达10年、20年，分成比例甚至高达82开、91开，艺人拿到手的钱少得可怜。你以为他们演一部戏就能赚几百万？错儿，真正的利润全被公司资方分走了，留给艺人的只有寥寥几个零头。很多艺人表面看起来开名车、住豪宅，但实际上全是租的，全是公司安排的门面工程。到头来，他们就是高级打工人，还不如一个普通工薪族自由。更恶心的是，这些合约往往还绑定隐性义务。什么叫隐性义务？就是表面上写住你是艺人，要配合公司工作，实际上却暗藏住一堆灰色要求。要随时听从公司安排，出席私人聚会，迎合某些大佬的需求。如果你敢拒绝，轻则被雪藏，重则就像与朦胧一样陷入谜样的死亡。这种威胁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多年以来娱乐圈早就见怪不怪的现象。观众最容易忽略的一点是，娱乐圈早就变成了金钱游戏。哪怕你是有实力的演员，如果你背后没有人脉，没有资本撑腰，那你再努力都无法得到机会。反倒是一堆毫无演技的流量，因为有资本力捧，就能一夜爆红，接下来上综艺、代言、戏约不断。这样的畸形选拔已经彻底摧毁了行业的公正性。于朦胧虽然有颜值、有作品，但他缺少强硬的靠山，这就意味着他永远只能在边缘游走。一旦踩到某个大佬的利益线，后果可想而知。还有一点更让人电寒，就是媒体的沉默。按理说，媒体应该是揭露真相的工具，但在娱乐圈这个利益链条里，媒体早就被收买。多少次艺人出事，第一时间不是调查真相，而是公关稿铺天盖地，把责任推到艺人本身，说他抑郁，说他私生活混乱，甚至把死者塑造成咎由自取。于朦胧的死也出现同样的情况，第一时间官方声明就是意外坠楼，舆论被引导的风平浪静。但陶晶莹的一句揭露，彻底击碎了这种谎言，让大家看到血淋淋的另一面。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被权力和金钱操纵的庞大黑幕。娱乐圈不仅仅是表演艺术，它早就成为资本的玩物。每一部剧集背后都有大财团的投资，每一场综艺都是广告商砸钱的舞台。艺人不是创作者，而是商品。谁能卖得动，就被当成印钞机来用；谁失去了价值，就立刻被抛弃。这种冷酷的逻辑让无数年轻人怀抱梦想进来，最后却被无情碾压。这样的娱乐圈，不查清、不整顿，还要多少人去死？于朦胧今天倒下了，明天可能就是另一个无名小演员，后天可能就是一个人气偶像。只要这套潜规则还存在，悲剧就永远不会停止。陶晶莹的勇敢发声，让人看到了希望，也让更多艺人敢于站出来。但光靠几个人的呐喊，根本无法撼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唯有彻底揭开娱乐圈的底层逻辑，让所有丑陋的潜规则曝光于阳光之下，才能避免下一个于梦龙的出现。娱乐圈该被彻查，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所有看清真相的人心中的怒吼。艺人不是玩偶，不是资本的玩具，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尊严。观众爱看的是他们的作品，不是看他们被践踏、被欺压。今天的于朦胧已经成了压倒娱乐圈虚伪假象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问题不是谁还敢爆料，而是这个圈子能不能承受一场彻底的清算。太黑了！一段据称来自娱乐圈内部的机密视频在网络上疯转，瞬间引爆了舆论场。画面里，导演程青松与编剧季光光正坐在酒桌上，满桌的酒瓶与菜肴，灯光昏暗，气氛诡异。最令人胆寒的是，身处其中的明星于朦胧被不断劝酒，手里的酒杯一次又一次被斟满，脸色渐渐发白，神情恍惚，明显已经撑不住。有人甚至伸手狠狠按住他的肩膀，逼迫他低头，强迫他把那一杯卑劣酒灌下去。视频的每一帧都像刀子一样刺进粉丝的心。这不再是什么轻松的朋友聚会，而是赤裸裸的潜规则现场，毫不遮掩地暴露了娱乐圈最肮脏的一面。
这段视频之所以震撼，原因不只是因为画面肮脏，更因为它彻底推翻了外界对于朦胧不堪压力选择坠楼的单纯说法。很多人看完后，脑中浮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真的是自杀吗？还是说背后有一双双印性的黑手，把他一步步逼上了绝路？评论区瞬间炸锅，网友们用最直白的语言表达愤怒：这不是自愿，这就是陷阱。什么狗屁朋友饭局，就是设局毁人啊！一时间，微博热搜、抖音热榜全被这段视频刷屏，无数人愤怒转发，要求彻查。细看画面，不难发现，所谓拼酒根本就是蓄意安排。程庆松和吉光光两人脸上带住冷笑，言语之间不断挑衅，甚至有意给现场营造一种不喝就是不给面子的氛围。而于朦胧眼神里的无助和挣扎，成为最触目惊心的细节。他想推开酒杯，却被人硬生生按住手腕。他试图站起来离开，却立刻有人拦住他的去路。那种被困住、被强迫的窒息感，透过荧幕转递出来，让观众看得心惊胆战。尤其是当画面中有人压低声音说出“这就是规矩，懂得就喝”这句话时，网友的愤怒彻底被点燃。更离奇的是，随后有知情人爆料，翻查当年乔任梁去世的轨迹，竟然发现程青松与季光光也在场。当时同样是打住朋友聚餐的名义，同样有大量灌酒，同样转出情绪不稳导致自杀的说法。这样的终结让人不寒而栗。网友直言，这已经不是巧合，这就是手法固定化。两起事件背后是同一套剧本，于朦胧和乔任梁的遭遇如出一辙。舆论的震荡很快突破娱乐圈范畴，媒体开始连夜调查，甚至有记者联系到了当年的乔任梁好友，对方更业主回忆，那天他根本没想自杀，他只是情绪低落，但酒桌上的东西根本不是一个人能承受的。这些细节再次把自杀说推向悬崖边，大众开始怀疑是否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背后操控舆论，把一个原本可能是被害的真相硬生生包装成自愿的戏码。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视频并非普通偷拍，而是由内部人士流出，角度隐秘，声音清晰，显然是有人早就留了一手。这意味着，在娱乐圈这个利益复杂的沼泽里，不止一方知道内幕，甚至可能有多人参与，默许。现在，随着视频曝光，这些人或许再也藏不住了。舆论场里的声音越来越激烈，有人怒吼：必须彻查，别再拿自杀糊弄我们。此刻，于朦胧不再只是单纯的受害者形象，而是被放置在一个更大的阴谋漩涡里。他的死亡不再只是个人悲剧，而可能是整个圈子黑幕的冰山一角。更可怕的是，网友开始扩散猜测，这种所谓的饭局陷阱是否早已存在？是否还有更多明星因为不肯低头，被一步步推向深渊？谁在操控？谁在获利？谁在默许？成为所有人最想知道的真相。娱乐圈的粉饰太平在这一夜彻底崩塌，表面上的光鲜亮丽被这段机密视频生生撕开，底下烂到骨子里的潜规则和权力游戏赤裸裸展现在公。气势老硬了。在
观众投票之前，你们有团队有自己的口号吧？追光而上，寸步不让，寸步不让。哪边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再来一遍，再来一遍。3、2、1，追光而上，寸步不让。好。每一位哥哥肯定3个月憋了一肚子话呢，是吧？对，我们从队长开始吧。其实我没想到我会学到那么多东西，就像志鹏哥也好，然后还有像小东哥这些大前辈们，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我值得学习的东西。我觉得今天我就是心里其实过不去，就是因为没有跟他们一起跳，但是我有尽可能，我就站在后面做我该做的分内的事情。然后当我每做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哦，水做的男人，好吧。不要哭。真的很抱歉，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有情绪，因为这是我们7个人最后一次表演了。未来有没有在这个舞台7个人聚在一起，谁都不知道。所以我这个眼泪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也是最后一次的7个人的表演。哇，他说的很好。好，谢谢志鹏哥。来，辛博。我之前的心态都是觉得我要就当一个中年男人就可以了，30加的就中年男人就好了。但是我来了这个舞台之后呢，我觉得不管在任何年纪、任何阶段，你都要继续追于属于你的那道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珍惜这个舞台的，都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蜕变。谢谢大家。因为我以前都是站在台上 cue 别人出场的，下来有请哪一位？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来这个舞台是我自己开心的，我觉得我特别开心，我特别幸运，我能留在这最后一个舞台。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后悔，因为大家都说我是站桩型歌手，啊，所以我是不会跳的。我觉得追光马哥哥这个舞台给了我太多的第一次，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舞台上跳舞，然后唱歌，也从来没有想过会穿一个15斤的铁链，对，还撑过，在台上跳。这个装扮可能胡夏头一次，确实是头一次。对，来，最后纯子，纯子，纯子，首先我来到这个舞台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意外，然后我来到这个舞台上所有的表现，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跳舞的男人，然后唱歌我也不喜欢，所以我真的在这个舞台上，这是最后一次我们7个人的团秀了，对，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表演，反正不会的，这才刚开始。对，亚洲舞王刚开始。所以说，我也很爱这个舞台，这个舞台改变了我很多，让我变得有趣了。好，谢谢7位哥哥们啊。那接下来，请各位听好了，我们投票环节的规则。本轮参与投票的有现场300位大众评审，每人代表1票；32位行业媒体团，每人代表5票。1号胡夏，2号于朦胧，3号付辛博，4号李文翰，5号刘维，6号杜淳，7号陈志鹏。投票倒计时开始，10秒，10、9、3号8、7、6，天哪，好紧张！5、4、3、2、1。投票通道关闭。
媒体老师亮出你们的结果。看到这个现场的演出，我有点被胡夏惊艳到，我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选择给朦胧，然后我也很喜欢胡夏，希望继续，给你加油。那我希望这个舞台，我理解的追光就是不停的，追求自己的梦想，也给身边人带来爱、温暖与希望。这是来自行业媒体团的，不包括我们现场300位大众评审的票数。这是一个悬念，我们会留到第1轮最后揭晓的结果时刻。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谭健次组的哥哥们。拜拜拜拜。1、2、3。有请谭健次组带来团队秀《光荣》。这一刻，聚光灯照在脸庞，我感觉是那么与众不同。黑暗的情感已无法再隐藏，而现实和不相似，和衔接无缝。习惯承受着重，从小一路不断的经历了痛，哪怕不相似梦，也是珍重。我那与共，这份感动。在我心中，太多感受，内心未来的曲折，绝对不放松。证明你选择是与众不同。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黎明之前黑夜的冰冷，这里承诺此刻热烈的气氛。征战后我们都不再普通，奋力的敲响新时代的钟，风浪星空，一身轻松，张开双臂迎接你给的光荣。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
又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啊！他们组比较年轻哎，谁说的？我们组也很年轻啊。我们组是包含了所有年代，老中青三代。你们团队是不是有个口号啊？向右转。我们的口号是：新春快乐，牛年大吉。喜庆吉利。我们怎么没想到呢？你们投票之前啊，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拉个票，看一下自己的感想啊。4个月的时间能走到现在，特别的开心。然后这也是我们团秀的最后一场演出了。用金姐的话说，今天我们就结业了。我只想开开心心、工工整整的交一份对得起自己的答卷，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好，谢谢。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不好？今天的演出呢，我也是特别的放松，特别的享受这个过程。我希望我们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开心快乐一点。我觉得我现在站在这里特别自信，告诉大家，我值得你们喜欢。以前我作为演员，大家观众都记住的是我的角色。来到这儿很简单，我想做一个 idol。今天我感觉到了，很快乐。谢谢我的队友们。李泽峰。我最想说的一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追光的路途中，好多哥哥真的太拼了，身体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磕磕碰碰，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哥们在以后不管做什么追光的梦想上，也要保重身体，健康最重要。好，最后由我们的追光能量包小天哥哥来说。我想说的就是感恩这个追光我哥哥，感恩所有的哥哥们对我的支持和所有的人对我的支持，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想对你们深深的鞠一躬。7位哥哥都已经说完了，谁的话更能打动你？300位大众评审，现在做好准备。丁泽仁1号，武嘉诚2号，傅龙飞3号，谭健次4号，肖胜尧5号，李泽峰6号，易小天7号。你们手上的每一票都关乎你们喜爱的哥哥他们的命运。投票开始，10、9、8、7、6、5、4、3、2、1。投票通道关闭，请亮出你们的结果。其实每个哥哥都特别棒，我看到每个哥哥都在发光发热，特别勇敢地挑战自己。我今天来这个节目，就是因为从第1期我就一直每期都有反复的观看，就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们这一队获得的媒体总计票数为155分。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李文翰组回归舞台。行业媒体团为2个哥哥队投的票是李文翰组获得是160票，谭健次组是155票。那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的观众投票会给到多少？首轮团队战，最终获胜的是哪一个组？是李文翰组，还是谭健次组？来，我们看一下大评论。依然差5票。上，差不多，加油！哇，停票了！我们实力也是最强的。我想在最后1期能有一个圆满的句号。团体分番的时候是有一点紧张，不希望在最后留下遗憾，一定要赢。我很期待我们今天能够拿到最好的成绩，还是觉得会赢。
喜李文翰组433票。这是第一次赢团秀。经过这第一轮的揭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李文翰组我们目前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向追光之星冲刺。谁将拔得头筹？有请我们的李怡小姐把第一轮最后的结果拿到舞台，谢谢。金姐作为教导主任，此刻你的心情一定像比我们更紧张。是的，是的。你们猜谁呀？付辛博，我希望是志鹏老师。李文翰组刘维获得42分。怎么是我？我从第一分往高分念啊。金姐猜。陈志鹏44分，杜淳45分，于朦胧47分。获得第3名的是付辛博63分。最后，在李文翰和胡夏2个人当中，将有一位作为第一候选人，谁会是追光之星？李文翰还是胡夏？李文翰，来吧，胡夏。获得年度追光之星第一个候选人位置的是胡夏97分，李文翰获得95分。他都不敢相信，怎么会是我？我今天化妆的时候还在听胡夏的歌。Oh my god！ 恭喜胡夏进入了追光之星的席位。胡夏牛！这一说的时候人傻了，没有想到会最高分。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是我最开心的一个事情。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因为在7位哥哥当中，必定有一位将要进入到我们的观战区，成为我们今晚第一个被竞赛的哥哥。这么惨呢？我来公布一下惜败队的7位哥哥们，谭健次组哥哥们的名单。谭健次获得最高分88分，第2位傅龙飞80分，第3位李泽峰69分。可以了，你可以当 idol 了。谢谢谢谢谢谢。第4位肖顺尧60分。最后还剩3位哥哥，别着急别着急，就是我们3个。哇！第5位哥哥是印小天56分。那接下来我宣布，在惜败队7位哥哥当中获得分数最低的是武嘉诚31分，丁泽仁获得34分。很可惜，很可惜，小武要先到竞演待定区那边。其实我很多话想说。其实今天，我告诉大家，其实今天是我出道第5年，整整第5年。我来这个节目，我可能说觉得这是给我人生中第5年的一个小考吧。我说实话，我是觉得今天我觉得能站在这，最后1名，我多的是遗憾，因为我太爱舞台了，我真的太爱唱歌了，我真的很喜欢唱歌。我做过很多改变。我从出道，等我有机会 solo， 我喜欢上冲浪，我晒黑了，感觉很多人都不喜欢，我喜欢，我就想跟这个世界抗衡。今天在这，我想告诉大家，无论怎么样，我还会坚持做我自己，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爱我自己。谢谢你们。小武说自己啊，小武，我们都爱你。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时候，在你的出道5年当中有这么好的一个经历，其实你赚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在这条路上你要走很久很久。掌声送给武嘉诚。
请台下还剩余6位哥哥，先请你们移步到你们的逆光挑战区，准备迎接下一段的新的挑战。1、2、3。恭喜胡夏获得第1个追光之星席位。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轮比拼，目前场上的追光之星的席位还剩余6席，本轮是1对1的单独比拼，获胜方将直接获得追光之星的席位，失败方呢则要接受竞演回到观战区。第1个赛道主题是舞台实力，本轮3个主题赛道分别为舞台实力赛道、蜕变赛道、魅力赛道，每个赛道采取不同的投票规则。舞台实力赛道投票规则：舞台实力赛道中，每位哥哥表演结束后，由300位大众评审为其投票，每位大众评审代表1分。有请高光冲刺区的实力赛道的第1位哥哥开始他的表演，有请。这首歌呢是给节目里的所有哥哥，还有我的，就是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在我前进道路上理解我、支持我，给了我很多温暖。大家好，大家好，
我跟文翰是拍戏的时候认识的，认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看过他的舞台。今天看了，文翰，你真的是又燃又炸又深情，怪不得有这么多女孩子喜欢你。谢谢。毕竟他是大家公认的杭州美男舞台王者。杭州美男，杭州美男赢了。然后我还想说，我这次来的匆忙，没准备什么才艺。上次我有看文翰的舞台，有抱公主抱杜淳歌，我现在也想公主抱一下文翰，可以吗？我不能白抱，你们要给他投票。这算你的才艺啊？对。是的。确定可以吗？可以。我140。没关系。加分。有，能行吗？可以。哎呦我的天！哥，咱们没完了，整顿垮掉。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到底有多少哥哥会根据刚才我们文翰这轮的表演，选择向他发起挑战？谭健次、傅龙飞，两位都向我们的李文翰发起挑战。哎呦，他们真的老选个特强劲的对手。就赶紧先摁了呗，摁了就赶紧先上场，唱了再说。我觉得文翰很可爱嘛，然后他本人唱跳又很厉害，那我们一起玩玩就是。李文翰，你的选择。我选谭健次。谭健次。对。理由，因为都是队长嘛。有请谭健次。加油呀！李文翰对战谭健次。感觉这个范儿起来了。OK， 最后一首歌，今天不要唱唱跳跳了，我想把我心里的话唱给你们听。我的追光之路，就像我唱这首歌一样，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OK， 最后一首歌，我想说，追光的路上不止我们21个，同样也送给每一个追光的你们，路一直都在。寻找梦里的未来 Hey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准备好了吗 Wow life that's just my life
在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路一直都在。哎呀，路一直都在。哇，谭健次简直太。